在特朗普发生过后，美国媒体股是集体下跌。好莱坞报道者发表题为《好莱坞或将成为下一个底特律》的文章，指出好莱坞最后可能只剩一具空壳。美国网友集体声讨，这太荒唐了，这不会让好莱坞变得更好，只会让它变得更糟。今日影评争论电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龙，与我们一同来关注近期热点事件。欢迎您做客今日影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添迷之操作，在电影艺术诞生130年之际，不仅首创电影关税概念，征税对象还包括了美国电影，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些电影有着国外制作背景。5月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电影业正在迅速衰亡，其他国家正提供各种优惠，试图将我们的电影人和制片公司从美国挖走，这是其他国家的协同行动，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因此，我授权商务部与美国贸易代表立即对所有在外国制作的要在我们国家上映的电影征收100%关税。我们要让电影重新变成美国制造。5月6号，白宫新闻发言人回应称，对国外电影征收关税将让好莱坞再次伟大。这是闻所未闻，这是一种自残行为，更多伤害的是美国本土电影。他是在惩罚自己，惩罚美国自己的产业，惩罚自己美国的观众，简直就很像是一种贸易战的行为艺术。此次加征关税可能会波及《碟中谍8》、最终清算、阿凡达火与禁、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等大批有国外制作背景的新片。对此您怎么看？我相信很多观众在刚刚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可能跟我一样匪夷所思，就是因为确实在这条新闻之中，我们能看到很多不太符合常理，甚至不太符合逻辑的地方。所以接下来呢，我想用3个成语来概括一下。第一个成语就是隔靴搔痒。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其实用着大写字母 We want movies made in America again 来强调他希望整个美国电影能够重新回到美国来制作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界定什么叫在外国生产的电影？比如说一个美国的电影公司去新西兰取景，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个电影是不是算在外国生产的电影？以及靠着这样的一种方式能不能最终实现把他们全部召回美国这种想法？我觉得在二者之间是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的。第二个成语杞人忧天，因为特朗普用了一个特别严重的词，就是国家安全。为什么电影人离开美国就影响到国家安全了呢？比较荒诞。第三，公报私仇。那么这个报仇的对象是谁呢？其实就是好莱坞和好莱坞所处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其实无论是好莱坞还是加利福尼亚州州政府，都是与特朗普有着一定的新仇旧恨的。因为早在2017年到2019年特朗普前一个任期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就曾经46次来起诉特朗普政府。大家都知道，上个月加州政府已经提出再次起诉特朗普政府，这也是美国各州里边第一个对于关税问题来起诉特朗普政府。在这样一个语境里边，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影并没有被作为一件艺术品而被尊重着，而是更多的被当成了一个政治或者说是经济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和筹码。我觉得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秀。他把美国电影产业当做了一种政治筹码，并且用国家安全的虎皮去绑架、包装自己的利益私货。美国电影产业真正下滑的原因和敌人是在于自身非常僵化的成本结构、内容、流媒体的革命以及电影业自身的创意枯竭。打着保护的旗号，实际上是损人不利己。那您如何看待100%关税这个100%的数字呢？100%。它肯定是一个极端的词。虽然说现在这样一个政策，它更多的还停留在理念层面上，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实施层面。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从一个大致的意义上来想象一下，比如说过去美国的电影观众要花10美元来看一部电影，但是一旦这个加收100%的关税实施之后，很有可能一张电影票要花20美元。我相信很多的电影观众会面对这样的票价望而却步，那一定会引发一个连锁反应。我们来看看这番言论造成的影响。在特朗普发生过后，美国媒体股是集体下跌。好莱坞报道者发表题为《好莱坞或将成为下一个底特律》的文章，指出好莱坞最后可能只剩一具空壳。美国网友集体声讨，这太荒唐了，这不会让好莱坞变得更好，只会让它变得更糟。轮番的负面声浪之下，究竟会对美国的电影产业产生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呢？
刚才您用了一个词轮番的负面言论，我觉得这个影响也会跟轮番的负面言论一样，会引发一个多米诺骨牌式的长期的效应，首当其冲就是成本的上升。在今天，包括像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很多国家都是在影视制作这个层面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电影制作人来到这个国家来进行拍摄。那美国电影制作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除了类似像是剧本、选角这样的创意阶段之外，拍摄或者后期制作可能通通都放在其他国家进行，这是为了进一步的压缩前期的成本。但是一旦特朗普这样一个政策实施之后，他们被迫回到美国，这部分的成本将会大大的提升，而这种成本的提升最终将会是电影观众来买单的。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分工其实已经非常的成熟，一旦这样一个对于加收关税的政策实施之后，生产部门、取景部门、制作部门都开始在全球的范围内要面临着重新调整和重组。我想这个肯定是下一步很多国家的电影行业都被迫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我们也看到国内的新媒体账号玉渊谈天发文罗列了电影加税会对美国造成的8项后果，其中的第5项或引发全球对于美国电影反噬，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难以想象的。就是说，今天当特朗普一旦最终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体现为一种政策的话，很多国家肯定会同样的采取一种关税的反制。因为很明显，同样是一部电影，如果去看外国电影的话，那要花比美国电影更多的钱，那我相信外国电影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可能会荡然无存。那么在这种对等反制之下，美国电影进到其他国家的门槛也将进一步提高。对美国电影来讲，它有很大一部分收入全是来自于北美以外的地区。那么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不断的在流失，不断的萎缩的话，那我相信这个多米诺骨牌到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是灾难性的。其实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感慨。我其实更感慨的是电影，因为从一个更大的意义上来讲，电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载体。比如说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我想无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次上映，还是2012年第2次上映的时候，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大家排队来去买一张电影票，一起到电影院里边去重温一下爱情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电影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记录着人类的心理、人类的共同的情感。各国的观众透过这一部电影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互通，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我们越来越多的需要全球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特朗普撕裂了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对此中国有句老话特别适合在此刻送给特朗普政府，那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好的，感谢张荣教授的精彩点评。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芯片大片24小时直播。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今日影评，咱们这期节目再见。再见。